雪停的那天，夫君喜滋滋地迎娶了我姐姐，而我在后院病入膏肓，药石无医。姐姐说和我打个赌，就赌我这7年的付出不如她的一滴眼泪。我输了，可我也不会让她赢。这世间之事最难忘却的是得到过又失去。姐姐，活人是挣不过死人。少奶奶，您吐血了，别声张。少奶奶病了，我得去给她请大夫。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哭？哭伤呢？今天是新少奶奶进门的大日子，少说晦气话，当心我揭了你的皮。是了，我不过是个弃妇。今天是我姐姐进门的好日子。我夫君罗旭是京城最有名的小将军，骑马踏长安，满楼红袖招。只可惜出了一桩意外。和罗旭从小青梅竹马又定亲的苏梅，我的远房表姐逃婚了。婚事不能有差错，否则丢的是两家的脸。苏家满门找不出年纪合适又没有婚约的姑娘，找来找去，这桩外人艳羡的好婚事就落到我这个破落户身上。再加上我和苏梅有几分相像，他们觉得我很合适。开始我自然是欢喜的，毕竟整个长安城都羡慕的好郎君，谁不喜欢？可从他揭开我盖头起，我就知道他不喜欢我。没关系，他不喜欢我，我喜欢他就够了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他是万年不化的冰雪，我也有把握把他暖化。我和他相濡以沫了7年，到现在的相敬如宾，不说举案齐眉，至少生活中多了些人情味儿。他会下朝后为我讨一枝御花园的红梅为我簪上，会为我抓新春滑嫩的鲈鱼，会为我采盛夏滴了露的莲蓬。我得知他在外剿匪受了伤，在家焦心不安，急得染病吐血。终于等到他凯旋的消息时，那是他的白月光，他回来了。所以我这个替身也该被抛在脑后，真正的时间留给他心心念念挂在心尖上7年的人。婉婉，阿梅和苏家闹开了，没有去处，就住在我们家，好吗？我又怎么会拒绝？怎么能拒绝他？就算我不同意，他也会想尽办法把姐姐留下。如当年苏家让我替嫁，他在罗家老爷子书房前长跪3天3夜要退婚。他本来就是不想娶我，不过是因为罗老爷子病重，被迫娶我冲喜尽孝。自己还是去住客栈，不叨扰。说什么叨扰不叨扰的？既然阿旭这么热情，我也盛情难却。接下来的这段时日，我们就和睦相处吧，好吗？好啊。他身上淡淡的桂子香气，混合了我多年来为罗旭准备的草药清香。原来我等不到金秋罗旭为我摘来当归，是因为他就是桂花，或是说7年来我所得的鲈鱼、红梅、莲子都是为他纠缠不清，真恶心啊！苏家当年收我做养女，虽是无奈之举，可这7年来的以礼相待，维护了苏罗两家的姻亲关系。苏家二少也真正拿我当女儿，不会放任苏梅损害我的利益，更不会让苏梅来打我的脸。不要脸的东西！当初明明为你选好了人家，你非要逃婚，如今你又舔着脸回到不说，还住到人家家里去，你还要不要你脸上的那张皮？苏夫人这般维护我，我也不能真的让他们母女2人闹到恩断义绝。苏夫人，还是苏梅受伤，她第一个怀疑的便是我吗？好在苏夫人又添了一巴掌，罗旭这才向我投来一个抱歉的眼神，赶忙挡在苏梅面前为她说起。那一瞬间，我像是被人狠狠掐住脖子，喘不过气来。她抱歉的到底是怀疑我，还是抱歉这会儿没法给我留下夫妻的体面，要去维护曾经的心上人？岳母，阿梅前来暂住，并不是阿梅的意思，是苏婉思念姐姐，请她来住，一解思念之诚。婉婉，罗旭说的是真的吗？婉婉，你不是一直说很想念姐姐吗？看到姐姐，惊心少了吗？曾经我那么惦念这一点温度。婉婉，真可笑啊！他为了另一个女人对我演出了深情，好恶心，想吐。母亲，是的，根本不喜欢我，我只是一个用来寄托对苏梅思念的替身，一个可笑的影子。妹妹，要不是你帮我，姐姐就渡不过这场大劫了。她和我说话，却更亲密地依偎在我丈夫怀里。他们2个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璧人。那一瞬间，我好不甘心。
可除了内心愤怒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只能微笑着敷衍，脸都笑酸了。我先送苏梅回去疗伤。我能看到苏梅眼中的得意和得逞，我好像输了，可她也不会赢。苏梅这番回来，目标很明确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包括罗旭。但罗旭不会越界，他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和我成亲，我便是他的发妻，他会永远尊重我，却不会爱我。苏梅是他心间的白月光，他也不会让苏梅做妾。或许是白天逼迫我的行为让他愧疚，晚间他宿在我房中，镜子的倒影里，他为我挽发画眉，亲密无间，似是恩爱夫妻。可我清楚，这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妾身多谢将军。我答应你，今日要陪你去南华园采丹桂，走吧。丹桂，那2个字扎在我心头，扎得我动弹不得。混合他周身清新的药香，昨天那令人作呕的丹桂味再次绕在我心头。婉婉，是身体不适吗？爷，苏梅姑娘不大好了，您快去陪陪她吧。爷，姑娘说了，您要是着急陪夫人采丹桂，也不用急着去看她，只好歹请个大夫就是。我瞬间什么都懂了，什么身体不适都是假的，他只是想光明正大的从我身边抢走这个男人。苏梅啊苏梅，你多聪明啊，算好了时间，算好的人心，可唯独没算准一样，我病得快要死。苏梅的病来得巧，去得也巧，1晚上就好了。这么简单的局，罗旭不会看不出来。他不仅在沙场征伐，更是在13岁至龄时便跟着当今圣上参与夺嫡。他的眼睛雪亮，看得穿诡计，只不过他乐意纵容苏梅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怎么病了也不同我讲？晚上听闻你发烧了，吓得我早朝都告了假。婉婉，我和阿梅什么都没有。昨晚我只是在她门口待了会儿，你的丫鬟说你病了，我就赶来了。婉婉，别哭，别哭。婉婉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让你病着还一个人待着。不是的，我不是怪你把我一个人丢下，怪的是你心太小，除了苏梅，什么也塞不下呀。婉婉，我心悦你，我早已心悦你。这些年，他说的这些话，这些年来的每一天，我都在等。婉婉，我心里是有你的，别气了好吗？好，我不气了，再也不气了。我不想因为他和苏梅之间不宣之于口的暧昧生气了。罗旭，苏婉不要了。婉婉，我晚下来看你，你让大夫先给你看病。那是我7年的坚守，7年的绕指柔，就在秋风中被扫入尘埃里。一把大火后，什么都不剩，胸口的闷痛越来越汹涌，我又吐血了。和我亲近的侍女多福吓得跑出门，她知道今天是御赐太医为将军老夫人把平安旨的日子。小丫头不知病理，她只知道太医是给宫里的皇上娘娘们看病的，那必定是最好的大夫。我叫不住她，只能捂着嘴，任由不受控制的鲜血染红我半边衣襟。少奶奶，我好没用，太医被苏姑娘请走了。我说您病得厉害，他们的人笑话我，还说您从小苦日子过惯了，请个府医也能看好。苏姑娘千金贵体，娇生惯养，必定是要太医才能看好的。她脸上的伤不用猜便知，是那些拜高踩低的狗奴才打的。将军呢？他怎么说？少爷说苏姑娘的病来得急，您身体一向健，没什么大病，就包了燕窝让我炖了同您。少奶奶，我好替您难过呀！您这么好，少爷怎么不来看您？您病了呀，您是他的妻子啊！是啊，我是他的妻子。府里的下人们和苏梅越来越亲密，在他有意无意的引导下，处处和我做比较。这是苏梅为自己铺路。罗旭也知道，因为这些不像话的话都传进了我的耳朵里，没有他的纵容，我听不到。罗旭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是想2个都娶，责任和爱情都拥有吗？不行啊，我心眼很小，容得下天下人，单容不下一个苏梅。我小时候就认识他，那时我还有个弟弟在族学读书，他很聪明，
先生夸他未来定有作为，苏夫人和苏老爷有心收他做义子。你居然偷我的发簪！大家快来看，这些都是我做的。品行不端，不堪大用。之后他在学堂处处被苏梅身边的混小子针对。我想找苏梅要说法。真可怜啊！不要再来讹诈阿梅，这件事和阿梅没有关系，是你弟弟命途太差。真的没关系吗？就算我不要求苏梅不在收养当天陷害我，只要苏梅在事后说一句不要针对我弟弟，她也不会葬身虎口。苏梅就是我的孽，我的劫，现在我要渡劫了。我命不久矣。我死后，以罗旭对苏梅的态度，以整个将军府上下对苏梅包容的态度，她就是未来的少夫人。也许我死后没几天，罗旭就会和她举案齐眉，亲密无间。我的心眼不仅很小，也很坏，我不想她好过，所以我把她单独约到院子里。妹妹，病可好点了吗？她还像没事人一样同我嬉笑，一双单纯的眼里看不到半点杂质，不像我太累了，眼中只有化不开的愁。看来妹妹是病好了，如今也能来见我了。阿血之前还跟我讲你身体不好，让我这个做姐姐的多关照你，帮帮你。以后我也来帮你管家，帮你的忙，你就安心养病。最开始毁了我家希望的是他，逃婚导致我替嫁受尽白眼的是他，现在跑回来偷桃，夺走属于我一切的也是他。他是那么明艳张扬，落落大方，像是迫不及待地向我宣告，我给你的东西要收回了，跪安吧。疼痛让我找回几分理智。他见我还是不做应答，笑意更深。阿佐人很体贴，对你很好的吧？他从小就这样。婉婉，姐姐做错什么了？婉婉，你疯了吗？我说过我和阿梅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他是谦谦君子，哪怕动怒都留有几分余地。从他开口起，我就输了。算了，是我不好，让妹妹多心。也是，外面的风言风语传得厉害，说我和你之间不清不楚，你要娶我做二房，妹妹担心怀疑也是应该的。我和他之间清清白白，根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龌龊。你就这么不信我？好，苏婉，你很好。你既然怀疑我要娶苏梅，那我就娶这个平妻给你看。妹妹，你看，你的7年比不上我的一滴眼泪。我赢了。心口痛，痛到最后麻木了，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，在我记忆中，弟弟葬身虎口后的那张重叠，我捂着头，把到喉头的血吞了回去。苏梅，我还没输。多福，把我所有的贴身物品，把我珍视多年的画像、诗文，一股脑都丢进炭火里。是，我的疼痛一阵阵的翻涌，吐出来的血中沾杂了肉块。多福，别哭，扶我出去。今天是将军娶新夫人的日子，闹出这样不吉利的事儿，有他们好果子吃！多福，马车走了吗？小姐，车走了，离将军府远远的了。多福，你也要走，自由的走，走得远远的。我死后，把我烧成灰，洒满我家乡的小山坡。等秋天到了，满山都会长出小黄花，很漂亮。小姐，我死了，身体很轻，飘飘扬扬，竟是飞到了京城的上空。
一股莫名的力量牵引着我越来越靠近将军府。也好，现在我死了，我想看看以我的死亡铸就的刀会刺苏梅的肉，刺的有多深。